韩雪影，我现在怀的可是沈总的长子，比你这个生不出儿子的正房要金贵100倍。我劝你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，然后给我端茶道歉，这样我还能过主分你点儿遣散费。来老公公司坐坐，没想到遇到小三起脸，上来就要我离婚出户。可他不知道，他眼里人模狗样的沈总只是个赘婿，而真正的豪门是我。好了，赵叔，我就是逛街逛累了，来我老公公司坐坐，你们不用这么高调，先回去吧。大小姐，那今天买的东西呢？都带过去吧。是啊。快到老公下班时间了，正好可以一起回家。你好，请问是来找沈总的吗？我是他的特助，我叫李婉玉。沈总正在开会，这边建议您到门口稍微等他一下。不是的，我是沈清文的妻子，路过，顺便来接他下班的。你帮我倒杯水，再拿个水果就行。什么？妻子？哼！看不见我收拾桌子正忙呢，你自己倒杯水能累死你啊！算了，不和孕妇计较。我下午一般不喝茶和咖啡，帮我倒杯水，谢谢。你少在我这装模作样的，不就是知道了我跟沈总的事情，故意来使唤我，故意来闹事儿的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奉劝你，最好少在这儿给我摆正宫姿态。于公，我是沈总的助理，不是你的助理，没有任何理由伺候你。于私，我现在怀了沈总的长子，比你这个空有结婚证、生不出儿子的正房，一天到晚只会乱花钱购物的女人，金贵100倍。你说你肚子里怀的是沈清文的孩子？雪影，嫁给我好吗？我可能不会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，但是我一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雪儿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为了证明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而不是觊觎你的亿万家产。我们可以签一个婚前协议，我不会侵占你的任何财产，甚至我可以到你的公司去打工，每个月只用给我开几千块钱就可以了。雪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啦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老婆，这是我今天的行动报备。你好烦啊！你看你爸真啰嗦。老公一天一报备，嫌他烦怎么办？哎呦喂，哇哦，你也够了！真羡慕你老公是个恋爱脑。这也太深情了，全天下男人都出轨，雪老公都不可能出轨吧？沈清文，谁都说你永远不会出轨，没想到你不仅出轨，还直接把自己的出轨对象安排在了眼皮子底下，每天红袖添香，甚至搞出了人命。我还以为你这找上门的女人有多厉害呢，就这2句话就把你吓到了。我现在算是理解沈总了，这怪不得他老说你是金丝雀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
离开沈总肯定活不下去。就算是你知道了我和沈总的事情，也不敢吭声吧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你怀的是沈清文的孩子？你说我是依附他沈清文活着的金丝雀？对，你没听错。不过你这个金丝雀也当不了多久，等我把沈总的长子生下来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带着你那个赔钱货女儿滚了。听说你生那个赔钱货的时候难产是吧？把自己的身体弄得一直不好。如果你能早点死，我也不是那种不能容人的人，我可以破例允许他住在我和沈总的地下室啊，给我的儿子当一个小丫鬟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咒我的宝贝女儿？你居然敢打我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办公室有个疯婆子要杀人了！大家快来看呐！我好好劝这个女人跟沈总离婚，她反手就打我。婉玉，你别怕，咱们这么多年同事了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心知肚明。对，我们肯定站在你这边。你们什么三观？赚小三？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你虽然领证了，可是沈总的真爱是婉玉，说到底也就是沈总善良，没有把你赶出家门。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来公司闹事，贱人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公司都是只认婉玉这一个当老板娘的，她有能力，人又好，比这个拜金女不知道强几百倍。婉玉和沈总的事情藏得那么好，你都能发现，只能说明啊，你监视了沈总。你这么怀疑沈总，沈总爱上别人也是情理之中啊。神经病！沈清文，我倒也想问问你，到底谁是那个金丝雀？谁离开谁活不了？你装什么呢？你不就是知道沈总开会静音吗？故意趁这个时间段想把我打到流产，沈后好坐稳你沈总夫人的宝座吗？好啊，那我现在就去会议室找沈清文。赶紧拦住他！怪不得这年纪轻轻就当上全职主妇了，原来是个没脑子的呀！哎，你就没想过吗？如果你现在去找沈总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到时候整个公司上下都会知道沈总的感情出现了问题，你知道这会对集团造成多大的影响吗？哼！不过这倒也正常，你没有我这种觉悟，不然沈总也不会厌恶你，爱上我。不让我出去是吧？行，反正沈清文只是开会，又不是死了，迟早会回到办公室的。那我倒是想问问你，我应该怎么帮沈清文？难道像你一样在这儿做一个小助理？不过像你这样拿1份工资打2份工的助理，我还真是做不来。一个女人要怎么帮助男人，还用我来教你吗？给沈总生儿子，这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沈总家大业大，没个儿子怎么传宗接代呀？这万贯家产给谁啊？难不成给你女儿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搞性别歧视那一套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愿意做一个生育工具吗？好好好，我早就该猜到，你这种人就是没皮没脸。不过呢，你也笑不了多久。虽然沈总开会还有一会儿，但是我已经叫了能治你的人过来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，到底谁能治我。婆婆，你早就知道沈清文出轨了。妈，你可算来了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趁着沈总去开会，不分青红皂白的进来就打我，还说要打死我肚子里的宝宝。我要不是没办法，我是绝对不会麻烦您的。学养，这都是误会。姐姐，我知道
该跟沈总发生感情，可是爱情这个东西，它不是我能掌控的。可能对于你这种拜金，为了钱而嫁给沈总的人来说，爱上沈总就只是爱上他的钱。可我不一样，我是爱沈总这个人。就算有一天沈总变成了穷光蛋，我也一样会爱他。不过说到底，还是我介入了姐姐的婚姻。我会离开沈总，我再也不见他。只求姐姐能让我把这个无辜的孩子生下来。我说你啊，就退出吧，就当是为了成全这一对真爱。就是嫁给沈总这几年，你也享福了，做人不要太贪心。婉玉生下儿子肯定会去沈家当家做主的，你不如自己早点走，别等人家赶你，给自己和孩子啊留一个脸面吧。妈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和他闹掰不会停了我的生活费吧？不管了，我是她婆婆，她怎么也得给我几分面子。婉玉，起来吧。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赶紧跟我回家，少在这丢人现眼。不妨你说清楚一点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？姐姐，你对我没有礼貌也就算了，怎么对自己的婆婆也这样呢？妈，可是长辈。雪影，你有事跟庆文回家说好了，闹到公司来都不很难看。我还真没想到啊，我养了这么多年的沈氏母子，竟敢这么背刺我。雪影，你听我说，其实大家都是那样，庆文和他只不过是玩玩而已，在我们眼里啊，只有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儿媳。何况呢，这件事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儿。你生完圆圆以后就不愿意生了，庆文在外面只不过是生了个儿子，交给你养。这长大后还是跟你姓。至于当妈的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好好的带这个孩子，这孩子长大以后还是会认这个当妈的。哎呦，这你无痛当妈，好多人想都不敢想。这你该怎么知趣？都成了我不知趣了。好啊，那我就再知趣一点，我回去就跟沈清文离婚。好啊，那我就再知趣一点，主动跟沈清文离婚吧。姐姐，你真的愿意成全我和沈总吗？当然了，我和沈清文立刻马上就会离婚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和庆文不会亏待你的，我会让他给你足够的抚养费和生活费，以后我们也可以像亲戚和朋友一样来往的。你放心，虽然庆文早就不爱你了，不过他还是很听我话的，他从来都不会反驳我的。可惜今天时间太晚了，不如明天我们8点民政局见。好啊，不行。妈，你不是很讨厌他吗？他现在自己提出离婚，你怎么还不愿意了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他们沈家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他刘春娇也是靠着我，才从农妇变成了贵妇。谁又愿意回到以前的日子呢？婉玉，他可这是借着离婚去闹事，咱们两个妇老人家什么都不懂，你肯定不会希望庆文因为你的事而烦躁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再等等看，等到会议结束了再说，好吧？去把沈总叫来。沈总，你可算来了，你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刚刚……老婆，我错了。老婆，我错了。这沈总怎么跪下了？不对吧？不应该是这个家庭主妇哭着求着沈总别离开他吗？怎么沈总却……沈总，啊不，老公，你在干什么呀？老公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凶我！你居然为了这个不爱你的女人，你居然敢凶我！婉玉，庆文心里只有你，可是他是一个念旧情的人，所以才……老公，你还真是重情重义啊！可是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不需要下跪。
尤其是对她，她就是一个拜金女，她就是贪图你的钱财才跟你在一起的。只有我们才是真情，真情是没有错的。老公，快起来！你该站起来试试。韩雪影，你够了！你就是欺负庆文，重情重义，利用他对你的愧疚拿捏他是吧？笑话，拿捏他，我还需要利用他的愧疚？不然呢？堂堂沈总，若不是对你有愧疚，怎么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你妥协？这个女人真不要脸，丈夫都不爱了，还要拿对方出轨的愧疚来绑架人家。什么出轨？沈总和婉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这叫互相吸引。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呢。说得对，有错的是这个女人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脸，现在还揪着沈总不放。谢谢大家替我说话。韩雪影，你最好识相点，赶紧跟庆文离婚。李婉玉，你别说了，你没听见吗？庆文，你少说两句。婉玉现在肚子怀的可是我们沈家的骨肉，你不要吓她。刘春香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确定你还要向着他？雪影，不管怎么说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庆文的，这算起来跟你还沾沾带带。刘春香，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自己在说什么？雪影，你差不多得了，庆文已经跪下了，你还要咋样？非要闹得大家都下不了台是不是？那你这么说起来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哎呀，妈，你跟这个拜金女讲什么道理啊？老公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干脆跟他离婚得了。够了！都给我滚出去！滚！老婆，这都是误会。李婉玉她确实是怀了我的孩子，但我和她没有任何感情啊！这就是一个意外。我会让她打掉孩子，让她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老婆，你再原谅我最后一次。老婆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么多年对你的所作所为，你都看在眼里。够了！我不是来断案的，你们俩真情也好，假意也罢，我都不在乎。沈庆文，我们离婚吧。不，老婆，你别说这种话。我们认识7年了，恋爱3年，结婚3年，我对你都是无微不至的爱护，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，是你忘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保证，我以后一心一意只爱你一个人，我不会再和任何女人纠缠。那他肚子里的孩子呢？都是那个女人勾引我怀上的，她处心积虑就是想破坏我们夫妻俩的感情，我绝对不会让她得逞的。我明天就带她去医院。我不信，除非你发誓。我发誓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李婉玉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明天就会带她去打掉，我绝对不会让她影响到咱们的感情。很好，这份录音足够让你们这对狗男女狗咬狗了。老婆，我誓也发了，现在你可以原谅我了吧？现在你可以原谅我了吧？当初你签下这份协议，答应让我随身保管，只要你对婚姻不忠，我就能按照协议让你净身出户。什么？你让我净身出户？这都是你自己说的呀。如果你能恪守承诺，对婚姻忠诚，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老婆，我错了。我们结婚3年，我在你们公司每天给你当牛做马，我一天都没有享受过。你现在让我净身出户，陈庆文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？你是怎么当上这个沈总？又是怎么威风八面？你心里没得数吗？现在你自己出轨，还把所有的一切搞砸了，怪到我身上。老婆，我错了。老婆，你罚我，你打我，老婆，
但是你千万别跟我离婚啊！沈清文，从你出轨的那天起，我就不会再给你机会让你吸我的血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我公布真相，把你跟你的小助理赶出公司，让你们俩身败名裂，然后离婚；第二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我也不告诉你的小助理，你只不过是我家的赘婿，体面的跟你离婚。现在什么？现在什么？沈清文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选第2个，反正都是要离婚，选第2个至少还有老婆和孩子。我给你30秒，超过这30秒，你知道我的手段吗？我选2。好啊！韩雪影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跟庆文纠缠不清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决定要跟他离婚了。什么？太好了，庆文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太好了，恭喜你，终于摆脱了这个农村拜金女的纠缠，以后就再也不用被吸血了。是啊，没有吸血虫吸血的日子，应该很开心吧？你知道就好。儿子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能离婚呢？你离婚，咱们家怎么办？妈，你干什么呀？庆文干什么？你要打他？他离婚了，还不叫做错？明明可以吊着这个女人，他怎么能？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之前不是天天跟我说，这个韩雪影在家都不伺候你，你一点阔太太的感觉都没有，早就想让她滚蛋了吗？原来你嘴上一口一个好媳妇喊我，背地里是这么说的。雪影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妈怎么能说你的坏话呢？好也好，坏也罢，我已经决意要跟你儿子离婚了，你怎么想跟我都没有关系了。不，雪影，你要好好想想，你和庆文恩爱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说离婚就离婚呢？出了轨的男人不离婚，难道留着回家过年？妈，你求他干什么呀？当初提离婚，你也是支持我的呀。哎呀，妈只是觉得离婚了不体面，庆文的事业发展那么大，这离婚了受影响怎么办啊？哦，对了，最新款的菜篮子包包上市了，我本来给你预定了一个，想让你去上流社会游艇会游，现在看来啊，你是用不上了吧？妈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给你预定的呀？你们不是说好东西都是你们给他的吗？是这样的，之前是我太宠他了，把家里的财权都给了他，他最后还想恶心我们家人一下。什么？这个贱人，我这就把他身上名牌都扒回来。婉玉，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他身上穿的戴的哪个不是我？哪个不是我们家的？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毕竟我们夫妻一场，这些就当给他的补偿了。补偿归补偿，离婚后财产1分钱都不能少。既然他铁了心要离婚，那么我们也不能让他好过。对，必须让他把这么多年侵占我们家的家产都还回来，然后净身出户。哎，老公，我还不知道你有多少身家呢。老公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了解清楚我们家的家底，免得以后被韩雪影那个吸血虫给多拿了，是不是？别问了。总之，我不会让你跟孩子过苦日子的。按照婚前协议，我这次离婚得净身出户，还要把这些年拿他们家的都吐出去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收，不然我连老婆孩
孩子都保不住。看，姐姐，真没想到你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离婚，我替我和我儿子感谢你。哎，姐姐，刚刚离婚的时候可说得清清楚楚，要按照婚前协议来分割财产。你这个时候想坐我老公的车走，这不太好吧？你别管我，姐姐，我倒也不是说就舍不得那台车，只是你自己离婚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，不要我老公1分钱。这车至少也得500万吧？我觉得你还是还回来比较好。谢谢沈太太的提醒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还有车呢。张叔，韩雪颖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拿走我的？你干嘛拿走我老公的车钥匙啊？你老公呢？你笑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奉劝你赶紧还车，不然小心我老公发飙，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留。你说的对，既然都已经离婚了，也不应该留体面。这些年来我给你买的房，给你买的车，还有你身上这个顶级西装，都给我还回来。韩雪颖，你有病吧？我让你还车，你管我老公要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咱们别和他斤斤计较，走吧。东西没交出来，你赶走试试。老公，这怎么回事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韩雪颖，这点东西是我最后的体面，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？这能怪我？这是沈太太提醒，别给你留最后的体面。韩雪颖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跟我说清楚。李婉玉，但凡你把勾引男人的心思稍微放一点点在工作上，你都不会没发现，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他姓韩，而你心里以为的这个高富帅老公，只不过是我韩家的赘婿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一遍，他只是我韩家的一个赘婿，他从上到下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不可能，绝对的不可能。沈太太，你这么惊讶干什么呀？你爱的是沈庆文这个人，又不是他的钱。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你应该开心啊！老公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女人，她肯定，她嫉妒我，她故意骗我，是不是？韩雪颖，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净身出户，你就不把真相抖出来？你怎么能食言呢？什么？净身出户？啊，沈庆文，你没把净身出户这件事告诉他？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说的是离婚前，我又没说离婚后我也会替你保守秘密。你为什么净身出户？就算他真的是个有钱人，你离婚也可以分一杯羹啊！这些都要问你呀。白纸黑字，若出轨，净身出户。老公，不，沈总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沈太太，你们都结婚了，应该改口了，应该叫老公了。而且我忘了告诉你，他已经被我赶出公司，再也不是所谓的沈总。老婆，韩雪颖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你这么刺激我老婆，万一肚子里怀了我的儿子，她要是流产了怎么办？对，谢谢你提醒我，不然我都忘了。我只爱你一个人，李婉玉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明天就会带她去打掉，我绝对不会让她影响到咱们的感情。是你自己说的要带她去打胎啊，这你怪我？沈庆文，你这个混蛋！你骗我跟你结婚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还骗我去医院，你这个人渣，我跟你拼了！这个人渣，我跟你拼了！
老婆，韩雪影，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你们渣男贱女狗咬狗挺有意思的，发到网上跟大家一起品鉴品鉴。你敢！沈清文，给你最后3天时间，把我韩家给你的所有东西都给我还回来，否则你知道我的手段。走。你等等，韩雪影，你等等，我有话说。一群蛀虫，你们都被开除了！等一下，韩总，韩总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开除我们。韩总，之前我们都是被李婉玉迷惑了，不知道您才是真千金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韩总，你这不是公报私仇吗？这家公司都是我的，公报私仇又怎么了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出去！韩总，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韩总，韩总，韩总。韩总，李婉玉来了，在下面闹着要见您。犯贱，让他进来吧。有事儿吗，沈太太？韩姐，啊不，韩总，对不起，我之前都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沈静文那个混蛋，他骗我，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他只是想我肚子里的儿子，我也是被他骗惨了呀。所以呢？所以，韩总，只要你肯给我1000万，我马上就去医院，马上就离开沈静文，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去见他，然后你就可以跟沈静文复婚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韩总，我也是女人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你现在这么做，就是想让沈庆文后悔，是不是？然后再追击火葬场的，其实你心里还是爱他的，是不是？不就是1000万吗？1000万对你来说就是9牛1毛，你把钱给了我，就可以跟沈庆文去复婚，然后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，不好吗？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。我不像你，只能依附着男人而活。男人对于我来说，只是点缀，并非必需品。所以，我不可能把沈清文买回来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今天就算他沈清文亲自过来，跪在地上求我复合，我也不可能答应他。你就别来自找难堪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外界不都是说你们是最恩爱的夫妻吗？韩雪影，我承认我之前是对不起你，但是你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婉玉，她可是孕妇。沈清文，你脑子有毛病吧？我能逼着你老婆来我的公司受我欺负？婉玉，是这样吗？这个女人明摆着不给我活路，我现在还怀着孕，除了靠这个渣男，也没有办法了。婉玉，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？我可以发誓，之前那段话是韩雪影逼我说的，我是为了你和儿子才忍辱负重。之前那段话是韩雪影逼我说的，我是为了你和儿子才忍辱负重。可以，沈清文，这话你都能圆得回来？你说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？你这说谎技术这么高超呢？韩雪影，你别在这阴阳怪气。以前我可以容忍你，但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懂，沈总以前跟我装深情，现在演不下去了，想跟我撕破脸了是吧？韩总，你开个条件吧，至少不要赶尽杀绝，让我老公重新回到你公司上班。
说什么？韩雪影，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呐！你跟我老公，就算是做不了夫妻，也可以做朋友啊！你至于做得这么绝吗？雷婉玉，你以前当小三勾引我老公，现在发现这个男人从头到脚就是一个穷光蛋，说想让我给他安排职位供你们生活，你这脸皮不会是比城墙还厚吧？老婆，你不用求他，她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没有什么同情心。你相信我，虽然我不是什么富二代，但是这些年我也积攒了不少人脉，我有信心可以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让我们的儿子当成真正的富二代。老公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成真正的富二代。老公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好感人的爱情故事，连我都感动了。只是以后麻烦别再来我的办公室刷你们的存在感，我平常很忙的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出去。韩雪影，你给我等着！以我的能力，我很快就会超过你，你会后悔的！给我滚！你们轻点，这是孕妇！沈清文，这些年来你表现出来的能力，不过就是我韩氏暗中扶持，别开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好意思，沈先生，我觉得你应该去劳动市场找一份稳定可靠的工作，而不是在这里做梦。你说什么？你们这群没有眼力见的东西，失去我这样的大才，你们就等着后悔吧！你们。老公，这次怎么样？你又失败了，这都多少次了？你到底能不能找件好工作呀？是这家公司它不识货。你每次都那么说。我就不信了，我直接联系全球500强企业的负责人，我就不信他们不要我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韩雪影，咱们曾经是离过婚，但我们也相爱过。你不至于真的把我赶尽杀绝吧？别想多了，我只是告诉圈子里的人我们离婚了，让他们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照顾你，这也算对你赶尽杀绝。这难道还不算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承受完你出轨，我还要替你铺路？沈清文，想的也太美了，还是说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一个圣母？韩雪影，你别太得意，我告诉你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给我道歉，我会让你全家都不好过。还有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，我爱的只有你的钱。我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觉得无比的恶心。要是你没有利用价值，我会直接弄死你跟那个赔钱货。还有，沈清文，你出轨也就算了，我看在女儿的面子上也没对你赶尽杀绝，现在你居然敢咒我跟女儿！张叔，备车，马上去郊区别墅。是，大小姐。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收房子的。我早就说了，3天之内把我给你们的所有东西都给我还回来。哼，你说这房子是你的就是你的呀？我看你呀，就是故意来闹事儿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跟我猜的一样，你呀就是后悔离婚了，是不是？后悔？后悔？哎，后悔了好啊！
我就知道，我儿子那么优秀，又高又帅，对你又好，还能帮你打理公司，他就是犯了错，你也不可能真的不要我儿子的。你今天自己找来，那么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好好谈谈你和我儿子复婚的条件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和沈清文复婚，还要谈条件？废话，你和庆文说离婚就离婚，现在想复合还不得谈条件吗？这第一，你每个月得给我和庆文一人100万生活费。这第二，得签份协议，你要是再闹离婚，这财产得归我们家，你净身出户。说，接着说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冤可许。韩雪影，你别死鸭子嘴硬，我儿子那么好，你早就舍不得他了，还装什么装？第三，婉玉肚子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，我们早就查过了，是个儿子。你呢，就当不知道这件事。至于孩子生下来呢，你就当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养。对，我的儿子得你来养，从他出生到上学的费用你都给我包圆了，而且不能阻止以后我看我儿子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花钱养你的儿子，培养成才了，以后还得归你啊？那当然了，谁让你当初不乖乖给我1000万的？现在你已经没有谈判的资格了。我没工夫陪你们唱戏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不走是吧？来人！这房子明明是你给我的，你凭什么收回去？我给的是我婆婆，你是哪位啊？不行，这房子我住了这么多年，你这样收回去，我该去哪儿啊？大街天桥下，别人能睡你不能睡。雪影，你消消气，不能这么绝情了。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婆媳，你不能这么赶尽杀绝。本来也没想对你们赶尽杀绝，是你们非要惹我的。是不是你这个贱人惹学长生气的？赶紧给学长道歉！我没有啊！别再猜了，是你那个宝贝儿子干的。他不仅敢威胁我，还要咒我的宝贝女儿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对你们手下留情。哎呀，学影，妈知道是我和庆文对不起你，但是这段时间我和庆文后悔了，反省了。都是这个贱人，都是这个贱人的错，是他挑拨离间，才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。打死这个贱人！学长，妈给你出气了，我和庆文都舍不得你，你回家吧。够了，我没工夫在这跟你们虚情假意的，马上给我搬出去！不搬是吧？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！学长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给我松开！带上你们的脏东西，给我滚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找你算账啊！当初刚见面的时候，在我面前装什么富太太，说自己在自己儿媳妇面前说一不二，现在怎么不说了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啊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还有脸了！要不是你这个离了男人活不下去的臭婊子勾引我儿子，我和我儿子能到这个地步吗？明明沈庆文在骗我，在我面前装什么富二代，说自己跟自己老婆没感情了，早就想离婚了，不然我怎么可能被你儿子那种渣男骗？哎呦，不得了了，儿媳妇敢打婆婆，我这老太婆命苦啊！告诉你老太婆，少在我这儿鬼叫，真是瞎了眼了！看上你们这对狐假虎威的母子，当初你咋说的啊？说什么看上我儿子人，看不上他的钱，现在倒好，嫌我家没钱了是不是？你还有脸说是不是？当初你们母子一口一个说不出人家韩家的钱，结果呢，吸着人家的血还出轨，恶不恶心？要不要脸？你个贱人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婉玉，妈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儿子，你媳妇她要翻天了，今天要不管她，我就不活了，我找你爸去啊！妈，沈庆文，我告诉你，既然你妈今天把话说到这个地步，那我也把话撂着。你今天要是敢帮，我马上就去打胎，让你们老沈家绝后！让你们老沈家绝后！你看，看不敢？别吵了！沈庆文啊，这么多年我百般忍让你妈，从来没让你处理过婆媳关系。
今天也是时候让你好好体会一下。沈清文，你到底有没有点男人担当啊？我告诉你，赶紧把这个女人给我送养老院去，我快烦死她了！什么？你让我妈去养老院？不然呢？你以为咱们家还能养得起这老不死的玩意儿吗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人就该送到养老院，好好调教，让你认清现实。实在不行，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。够了！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妈呢？沈清文，你敢打我！你敢为了这个女人打我！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打我！妈，羊水破了！我的孩子，造孽呀！王婶家的龟孙，天理循环，都是报应。快把我送医院！老婆，你们，老婆，我真的好想你啊！有事说事。老婆，我这次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彻底把李婉玉给甩掉了，我现在恢复单身了。或许你不相信，但我真的是被李婉玉给阴了。我心里一直爱的都是你，她趁我喝醉的时候和我发生了关系。我本来想坦白的，可是她拍了照，我怕你承受不住，我才被迫的被她给要挟了。沈清文，你把我当白痴吗？这么荒唐的理由，你有无亏心啊？老婆，我知道我之前让你失望了，但我现在是真心的悔过，我保证我以后会对你更加忠诚，别的女人我看都不会再看一眼。雪影啊，这其实都是妈的错，妈天天嚷嚷着想要个孙子，清文又太爱你了，怕你受生育之苦，所以才想了个昏招，在外面找了个私生子让你养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这么做还是替我着想了？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妈的意思是，就因为妈存有私心，才让李婉玉那个贱人有了可乘之机。哎，经过这些天，妈也想明白了，生儿生女都一样，有圆圆一个，咱们就够了。不过，你要是还想生，我们还是会答应的。不，我马上就可以去结扎。老婆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再受一点点苦。秀儿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为了证明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而不是觊觎你的1万家产，我们可以签一个婚前协议，我不会侵占你的任何财产，甚至我可以到你的公司去打工，每个月只用给我开几千块钱就可以了。秀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沈清文，你以为我还会再被你骗第二次吗？老婆，我真的会去结扎的，我现在就可以去医院。你结不结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雪姨，你就这么铁石心肠吗？我们都这么卑微的求你了，我逼你们求我了吗？你们要是再在这跟我胡搅蛮缠，我就喊保安了。雪莹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也没脸求你原谅，但你可以不为了我，你也为了女儿想一想。圆圆才1岁啊，你想让她这么小就没有爸爸吗？啊，是呀，学养，圆圆那么爱他爸爸。学养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离婚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吗？再说了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经过这个事情，庆文以后一定会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他一定会彻底改正的。啊，这其实也是个好事。好事儿？你凭什么觉得有你这么一个是非不分的奶奶和一个出轨成性的爸爸，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？离婚这么多天了，你有想过圆圆吗？哼，现在你们俩走投无路了，知道拿孩子当借口了，你恶不恶心啊？不是的，我是因为最近找工作太忙了。你给我闭嘴吧，沈清文！我没有动用韩家的人脉让你寸步难行，已经是顾及到圆圆的面子了。你们俩要是再敢跟我胡搅蛮缠，影响到我孩子的成长，我不介意找律师，让你们把这些年在我家消费的都给我还回来。只不过到时看你们俩恐怕是连吃饭都有点成问题了吧。薛阳，好歹咱们结婚3年，你真要闹到法庭上去吗？
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给我滚！走，妈，走。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按照我的批示执行。是。韩总，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，想偷偷溜进来，被我们抓住了。说是认识你，你看，李婉玉，你都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想来讹我？韩总，之前都是我错了，我现在想向你要一笔钱。那个混蛋，他害我流了产，害我丢了工作，我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。我不会帮你报仇的。为什么？明明你也恨透了那个渣男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我要报复他。第一，如果我有心，不需要你帮忙，我也可以报复他。第二，你们都是烂人，沾上你我都嫌脏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离你们这群人远远的。带他下去。是。你帮我，我能报复他。韩总，你帮帮我。小姐，沈庆文、刘春娇，他们还在疆场。小姐，我查过，其实他们回过一趟老家，似乎是担心您会找他们的麻烦。那他们还真是想多了，一群像蝼蚁一样的人，只要他们不惹我，我根本没有心思去找他们的麻烦。话虽如此，但他们可不知道，听说他们回老家之后不甘心做低端活，闹了一堆笑话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加上他没什么存款，最关键的是沈庆文又找了个老婆，二婚带俩娃，而且风流成性，给他戴了不少顶绿帽子。那他还真是无痛当爹啊，也算是给刘春娇圆了一个孙子梦了。小姐，您的嘴巴还是这么犀利。后来他实在忍不了了，就和老婆离了婚，又一次净身出户，只能回来捡咱们沈氏集团的垃圾了。大家都想看看当年是谁瞎了眼背叛了您，没想到啊，他这生意还意外的好。终于报仇了！沈庆文，你就该死！别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走吧，我们去过新生活。好。